NASA 昨天突然承認了一件事，人類的目標已經不再只是登陸月球，而是長期住在月球。2026年5月26日 ，NASA 召開了一場關於月球基地的新聞發布會。很多媒體只是簡單報道了幾句，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，這可能是人類文明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方向轉變。因為過去半個世紀，人類一直把月球當作一個遙遠的目的地，去一次，回來一次，像一次探險。但現在 ，NASA 第一次開始認真討論如何在另一個世界長期生存。聽上去只是幾個字的區別，可實際上，它意味着人類可能第一次真正開始嘗試脫離地球。更詭異的是，就在 NASA 公布月球基地計劃的同時，全世界主要航天力量也正在同時加速進入月球。美國、中國、歐洲、SpaceX、Blue Origin， 仿佛所有人都突然意識到了什麼。為什麼偏偏是現在？為什麼人類沉寂幾十年後又突然重新爭奪月球？月球上到底有什麼？而更重要的問題是，如果未來的人類真的開始長期生活在月球，那是否意味着人類文明正在進入第二階段？ NASA 這次公布的內容其實遠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激進。他們第一次明確提出，未來幾十年，美國的目標將不再只是重返月球，而是建立一種持續存在。注意這個詞，不是訪問，不是登陸，不是短暫停留，而是持續存在。這意味着 NASA 已經默認，未來的人類會長期駐留在月球，甚至可能形成輪換式生活。這和阿波羅時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。1969年的登月本質上更像一次政治衝刺，宇航員登陸、插旗、採樣、返回，整個任務持續時間並不長。因為阿波羅計劃真正要證明的其實只有一件事兒，美國能上去。但現在不同，現在 NASA 開始思考的是另一件事兒，人類怎麼活下去。這次 NASA 提出的方案大致分成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前置部署，簡單來說，先讓機器進入月球，未來幾年，大量無人設備會提前登陸月球，包括自動化施工系統、無人月球車、貨運着陸器、機器人探測設備、自動運輸系統。這一點其實非常關鍵，因為 NASA 已經意識到，月球根本不是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。那裡沒有空氣，沒有磁場，沒有穩定氣候，沒有生態系統，它更像一個暴露在宇宙中的死亡荒漠。所以真正的邏輯已經不再是宇航員先去冒險，而是讓機器先去建立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。這一幕其實非常像科幻電影。機器人提前幾年施工，自動系統建立能源，運輸設備提前部署，然後人類才真正進入。你會發現，整件事已經越來越不像航天探索，而更像人類文明第一次向地外擴張。第二階段則開始真正建設基地。NASA 計劃在月球表面逐漸建立能源系統、通信網絡、資源處理設施、長期運輸路線以及儲能設備。而這裡面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 NASA 已經開始研究月球核電站。是的，核電站。為什麼？因為太陽能並不可靠，尤其是在月球南極。那裡雖然存在接近永久光照區域，但同樣也存在長時間黑夜。而在月球上，一旦能源中斷，後果不是停電那麼簡單，而是整個基地死亡。因為你所有的生命系統都依賴能源，空氣循環、供暖、水循環、通訊、醫療、氧氣制造，全部建立在能源之上。所以 NASA 現在已經意識到，未来月球基地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技術，而是黑夜。這也是為什麼他们開始認真研究如何把小型核反應堆送上月球。你會發現，人類對月球的思維已經徹底改變了。過去人類討論的是怎麼登月，現在人類討論的是怎麼供電。以前人類討論的是怎麼過去，現在人類討論的是怎麼長期維持。這是2個時代，而第3階段才是真正震撼的地方。NASA 首次公開提到，目標是在2030年代初逐漸形成長期駐留能力。什麼意思？未來的月球可能會出現長期生活艙、固定科研团隊、輪換式駐紮宇航員、月球資源處理設施、地月運輸系統。
甚至某種意義上，人類第一次開始認真嘗試在另一個世界建立長期據點。但問題來了，為什麼人類突然重新瘋狂衝向月球？因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阿波羅計劃結束後，人類其實已經幾十年沒有認真開發月球。可現在，一切都突然加速了，而這一切背後最核心的原因其實是資源，尤其是月球南極。科學家發現，月球南極的永久陰影區域可能存在大量水冰，而在太空裡，水遠比黃金更昂貴，因為水不僅能喝，它還可以分解成氧氣和氢燃料。氧氣可以呼吸，氢燃料可以推动飛船。也就是說，誰掌握了月球水資源，誰就可能掌握未來深空時代的補給能力。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真正競爭的已經不再是誰先登月，而是誰先建立基礎設施。因為未來真正重要的也許不是月球本身，而是地月運輸網絡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航海時代的港口，誰先建立港口，誰就控制航線，而月球很可能會成為未來太陽系時代的第一座太空港。更關鍵的是， NASA 真正的目標可能根本不只是月球，而是火星，因為從地球直接飛往火星成本極其誇張。但如果未來月球能夠生產燃料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由于月球重力只有地球1/6，從月球起飛會容易得多。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科學家開始把月球看成未來深空時代的中轉站。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， NASA 現在正在驗證的並不只是如何再次登月，而是人類是否具備跨星球生存能力。這是文明級變化，因為幾千年來，人類所有歷史、戰爭、文明、宗教、國家全部都被困在地球，而現在人類第一次開始認真嘗試把文明的一部分延伸到另一個天體。可與此同時，現實也遠沒有想象中浪漫，因為月球其實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世界。白天，月球表面溫度接近130攝氏度，夜晚可能跌到零下180攝氏度，一邊像火爐，另一邊像深空。更危險的是輻射。地球之所以適合生命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地球磁場替我們擋住了大量宇宙高能粒子，但月球沒有。這意味着長期暴露在月球表面的人類將承受極強輻射風險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更詭異的東西——月塵。阿波羅宇航員曾經形容過月球塵埃，它不像地球灰塵那樣圓潤，而是極其鋒利，像玻璃碎片。它會進入設備，破壞機械，污染艙室，甚至可能傷害人體肺部。所以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登陸，而是長期活下去。你會發現 NASA 現在討論的問題已經越來越現實：如何循環利用水，如何穩定供電，如何長期儲存食物，如何醫療保障，如何維修設備，如何應對心理孤獨。因為未來真正的月球基地不會像電影裡那樣浪漫，它更像建立在死亡世界上的一座脆弱孤島。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 NASA 現在甚至已經開始討論未來月球的秩序，包括資源管理、交通規則、區域協調、國際合作、資產保護。這意味着人類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，如果未來多個國家同時在月球活動，會發生什麼？因为過去幾千年，所有秩序都建立在地球，但未來人類可能第一次需要建立地外規則。這聽起來像科幻小說，但它現在已經開始進入現實。當然 ，NASA 這次計劃仍然存在巨大不確定性、預算壓力、技術風險、火箭延期、長期生存難題，尤其整個 Artemis 計劃本身就已經多次延期，所以現在沒人敢保證所謂長期月球基地一定會順利實現。但即便如此，這場發布會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也許根本不在於 NASA 到底什麼時候建成基地，而在於人類文明的方向已經開始改變。因為過去的人類歷史本質上是一部地球文明史，可未來我們可能第一次進入太陽系文明的早期階段。也許很多年後回頭看2026年的這場 NASA 發布會，真正重要的不是某項技術，不是某個設備，而是這是人類第一次認真決定不再只活在地球上。而更深層的問題，或許是為什麼人類會突然產生這種衝動？也許答案並不只是探索宇宙，
而是文明終於開始意識到，把所有希望永遠壓在一顆星球上，本身就是危險的。因為在宇宙尺度裡，任何單一星球文明都太脆弱了。小行星、氣候變化、戰爭、資源危機、太陽活動，任何一次真正的全球級災難，都可能讓整個文明歸零。也許正因如此，月球基地真正的意義從來不只是科學，它更像人類第一次為文明建立備份。也許未來某一天，當第一批長期生活在月球的人類透過舷窗看見遙遠的藍色地球時，他們會意識到，人類文明最重要的一次邊界擴張，也許就是從這一刻開始的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